我们到底可以相信什么呢？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回应。而最早系统化提出答案的正是笛卡尔，而他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是一个思维着的东西，我真的无法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从这里起，笛卡尔用了一个绝对完美且不欺骗的上帝作为认知一切的担保。因为上帝存在，所以我可以清晰明白的感知和推理并不受欺骗。而由于我可以清晰明白的感知和推理，上帝存在。在这里，对神的相信成为了我们的第一种信仰。可能有观众已经发现，这里似乎出现了循环论证的谬误，但我想说的是，笛卡尔在这里仍然将上帝作为认知一切真理的全部担保，而这也是康德之后会批评笛卡尔的地方。康德认为，理性是每个人共有的，虽然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假设一些绝对概念的存在，但是真理也仍然只能被理性所认知。正如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所说，如果牧师相信自己在教义中找到了真理，他就无法良心地履行其职责，他将不得不放弃它。也许这里又有观众会疑惑，康德是不是在用理性去对抗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体系呢？他是否要以完全否定宗教来实现理性的正当化与唯一化呢？而对于这个问题，康德本人的看法其实也有些复杂。宗教似乎在康德那里也更像是理性的最终担保者，但是康德仍然认为，相比于宗教，我们更应该相信理性。可是，又有什么可以证明理性是绝对可信的呢？那也许只有我们自己的信念了吧。在这里，理性变成了我们的第二种信仰。于是几千年以来，我们就几乎一直围绕着宗教和理性的二元论打转。在两者冲突时，少部分人选择了宗教，更多的人选择了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这时再回到这个问题，理性真的是绝对可信的吗？在前3期视频中，我们无一例外都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说过了意识形态、理性的幻象与控制手段、理性的暴政。然而这些说到底其实都是一种非理性或不完全的理性，却没有对理性本身产生任何怀疑。理性也是不完备的。在几十年前，哥德尔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他假定了一个命题，内容就是此命题不可被证明。那这里，如果此命题在理性系统中可以被证明，那么它就会与命题的内容产生了矛盾。而当它不能被证明时，就说明了理性系统的不完备，也就是理性系统中总有无法被证明的真命题。相似的还有图灵问题。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个可以判定所有程序是否将会停机的图灵机。如果程序不会停机，那它就停机，否则它就不停机。如果用这个图灵机去判定其自身的程序，那么当它判定它会停机时，它就不会停机；当它判定它不会停机时，它就会停机。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而我们又可以将一切逻辑问题还原成图灵机问题。所以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也可以得知，我们没有可以得出一切结论的前提，也没有可以复现一切前提的结论，即对于任何一个结论，我们无法保证都可以求出其前提；对于任何一个前提，我们也无法保证可以得出其结论。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就可以发现，上述的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自我指涉悖论的翻版。而在这种悖论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我们作为判断者所处在位置总随着另一个对象的状态而同步，于是我们就无法恰当地构建一个参考系。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们未能站在系统外部去思考问题，而不是源于某种逻辑谬误。正如理发师悖论中，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当他给自己理发的一瞬间，他就已经从不给自己理发的人变成了给自己理发的人。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外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也正如我们第2期视频所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站在外部，无论是对于一个种姓制度下的外部，还是对于一个理性系统下的外部，但是我们可以从内部去找出其谬误，也就是不完备的地方。可能早就有观众疑惑了，我说的内部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一个有限的外部。正如我们在第2期视频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最基础的逻辑结构上去拆解意识形态的话语，这其实也是走到了一个尚未被意识形态污染的有限的外部。可是对于理性系统，事情又有了些许不一样，我们似乎连有限的外部都找不到。那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回到我在第1期视频所留下的一个问题，寻求这样一个真理是否也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某种不安呢？在这里我给出我的答案，是的。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让所有个体都坚信不疑的真理，要么哲学就此终结，要么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它。但是别忘了，这并不意味着在内部开辟出一个有限的外部是不可能的。正如哥德尔通过构建一个不能被证明的命题来从有限的外部窥见了系统的不完备性，我们也可以尝试去走同样的路，即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承认系统的不完备性，但仍然坚持求索，这本身也是一种伦理的姿态。正如我们在第3期视频所说的，我们活着是为了意义的生成，而意义的生成并不会因为确定性与完备性的崩塌而终结，相反，这正是意义的开端。之前我们打破了神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将2种信仰的裂痕及各自的不完备性与不确定性暴露了出来。那这条裂痕就是我们意义的生成之处，也构成了我们活着的理由与超越的方法。这就是我这期视频所说的第3种信仰。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讨论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加入我的 Discord 服务器。再见。